大家好，我是周景川，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節目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之夏，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了。之夏，我們今天要聊什麼話題？今天我們來聊一聊社交平台，我們到底應該分享多少自己的生活？是不是所有事情都適合發到網上？這個話題很貼近我們的生活，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那我們就從我剛才看到的一件事說起吧。怎麼了？你看到什麼有意思的事情了嗎？剛才刷社交平台的時候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。什麼事？我有一個朋友，他幾乎每天都會發很多動態。很多？一天大概能發多少條？有時候7、8條，有時候10幾條。只要打開他的個人主頁，就知道他今天做了什麼。真的嗎？有這麼誇張嗎？真的。早上起床以後，他先發一張早餐的照片；到了公司以後，他又拍一張辦公室的照片；中午吃飯也要發，下午喝咖啡也要拍照。下班的時候，如果遇到堵車，他也會發動態，今天又堵車了。晚上去健身房，他也不會忘記拍照。回到家以後，他還要分享自己的晚餐。睡覺以前，他還會寫幾句話，他會分享自己當天的心情。聽你這麼一說，我好像也跟着他過完了一天。對呀，有時候我甚至不用問他今天做了什麼，看看他的動態就全知道了。不過我覺得這種情況也挺正常的，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。我也是這麼想的，有人喜歡拍照，有人喜歡寫文字，也有人喜歡記錄每天發生的事情。對他們來說，社交平台就像一本日記。對，以前很多人喜歡寫紙質日記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用手機記錄生活，記錄的方式變了，但是目的其實差不多。幾年以後，我們還可以回頭看看那些照片，那些照片也會變成珍貴的回憶。沒錯，有時候看到一張照片就能想起很多事情，比如那天和誰一起吃飯，去了什麼地方，當時的天氣怎麼樣，甚至還能想起當時的心情。所以我一直覺得，喜歡分享生活並沒有什麼問題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們沒有必要隨便評價別人。我也不會因為一個人發得多就覺得他不好，畢竟社交平台本來就是分享生活的地方。不過，最近我也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。什麼問題？我們到底應該分享多少自己的生活？換一種說法，是不是所有事情都適合發到網上？這個問題確實很有意思，我以前從來沒有認真想過。我也是，以前我總覺得只要自己開心就可以了，想發什麼就可以發什麼。可是後來我慢慢發現了一些問題，這件事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我發現，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一個人發的太多，而是他到底發了什麼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關鍵不在於分享的次數，而在於分享的內容。對，吃飯、喝咖啡或者去旅行，拍一些好看的照片，我覺得這些都很正常。但是有些內容比較敏感，發出去以前真的應該多想一下。比如和工作有關的內容，對嗎？對，我覺得工作上的事情尤其需要小心。我也見過有人在辦公室拍照，然後直接發到社交平台上。單看一張辦公室的照片，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。可是照片裡的電腦屏幕可能有重要信息，桌上的文件也可能有重要內容，甚至白板上的內容也可能被拍進去。
有些人拍照的時候只注意自己的表情，卻沒有注意後面的環境。有時候照片裡還會出現客戶的名字，也可能出現電話號碼或者電子郵件地址。這些信息一旦發到網上，就很難保證不會被別人保存，也很難保證不會被轉發。還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時候，會在網上抱怨自己的工作，比如抱怨老闆、批評同事，或者說客戶特別難相處。當時可能只是想發洩一下情緒，但是這些話很容易給自己帶來麻煩。因為你不知道誰會看到，同事可能會看到，上司可能會看到，客戶也可能會看到。就算只讓朋友看到，也不能保證朋友不會截圖，更不能保證他們不會發給別人。所以，網絡並不像我們自己的房間，不是關上門就安全了，也不是只有熟悉的人能看到。對，只要發到網上，就有可能失去對內容的控制。除了工作內容，個人信息也需要特別注意。是啊，我經常看到有人拍自己的證件，然後發到網上，有人會拍機票，也有人會拍車票。有些人可能只是想告訴朋友，自己要去旅行了。但是機票上可能有真實姓名，也可能有航班信息，還有座位號碼，甚至還有可以掃描的二維碼。如果真的想分享，應該先把重要信息遮住。身份證不能隨便發，護照也不能隨便發，銀行卡更不能完整的拍下來。我還見過有人搬進新家以後，把自己的詳細地址也發了出來。可能是因為太開心了，所以想和大家分享搬家的喜悅。這種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但是家庭住址非常私人。電話號碼也不應該全部公開，車牌號碼也需要注意，工作單位也不一定要公開，每天上下班的時間也很敏感。這些信息單獨看可能沒有什麼，但是放在一起以後，別人就能了解你很多生活習慣。比如你住在哪裡，在哪裡工作，每天幾點出門，什麼時候家裡可能沒有人。所以，真正需要保護的，不只是一張證件上的號碼，我們的日常習慣也需要保護，活動地點也屬於個人隱私，生活規律也是個人隱私的一部分。聽你這麼說，我突然覺得以前沒有考慮得這麼仔細。有時候我出去旅行，也會馬上把照片發出來，告訴大家自己現在在哪裡。分享旅行本身沒有問題，不過可以晚一點再發，等離開那個地方以後再分享。這樣既可以分享照片，也不會讓太多人知道自己的實時位置。對，晚一點分享不會影響回憶的價值。說到隱私，我覺得我們還經常忽略一個問題。什麼問題？我們在分享自己的生活時，也可能無意中公開別人的隱私。比如，沒有經過別人的同意，就把合照發到網上，或者把視頻發到網上。對，有些人不喜歡拍照，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出現在網上。如果合照裡有小孩子，更應該先問一下孩子的父母。私人聊天記錄也不能隨便公開，不能因為自己覺得有趣，就直接截圖發出去。對方願意在私下告訴你，不代表他願意讓所有人知道。其實，在發照片以前，可以先問一句：“我可以發嗎？”這並不是什麼麻煩的事情。只需要幾秒鐘，卻能避免讓別人感到不舒服。所以，尊重隱私，
不只是保護自己，也是尊重別人的選擇，尊重別人不公開的權利。我很贊同，分享生活是一種自由，但這種自由也應該有邊界。這個邊界就是不要傷害別人，也不要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風險，更不要給別人帶來困擾。除了工作和個人信息，我覺得情緒方面的內容也值得討論。你是說心情不好的時候嗎？這種時候要不要發動態？對，有些人感到難過的時候，會馬上把自己的感受寫到網上。受了委屈的時候也是這樣，生氣的時候更容易這樣做。我覺得這也可以理解，有時候把心裡的話寫出來，心裡確實會輕鬆一點。是啊，有的人只是想發洩情緒，有的人希望朋友關心自己，還有的人不知道該找誰說，所以只能在網上寫幾句話。不過，人在情緒激動的時候，往往很難冷靜下來，也很難判斷哪些話適合公開。對，當時可能覺得一定要說出來，可是過了一會兒又會開始後悔。特別是和家人發生矛盾的時候，或者和朋友吵架的時候，和戀人發生爭執的時候也是一樣，人很容易說出傷人的話。有些人還會公開聊天記錄，他們希望大家幫忙判斷到底是誰對誰錯。可是感情裡的事情通常很複雜，幾張截圖很難說明全部情況。而且這樣做以後，原本只是兩個人之間的問題，可能會變成很多人討論的話題。所以心情不好的時候，可以先等一等，不要急着按下發布鍵。可以先把想說的話寫下來，但是暫時不要公開。等情緒平靜以後，再重新看一遍，也許會發現一些話沒有必要發出去。如果真的需要安慰，可以找一個值得信任的朋友，和他好好聊一聊。對，朋友可以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，也可以認真聽你說話。網上可能有很多人點讚，也可能有很多人留言，但是這些不一定能解決問題。有些安慰只是出於禮貌，不代表對方真正了解你的感受。這麼說來，分享情緒本身沒有錯，重要的是選擇合適的方式。沒錯，我們不需要假裝自己永遠開心，但是也不需要公開所有情緒。有些感受適合分享給很多人，有些感受只適合告訴親近的人。還有一些感受，也許只需要留給自己，給自己一點時間，慢慢整理自己的情緒。說到這裡，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。你會刪除以前發過的動態嗎？會呀，我以前刪除過不少舊內容。是因為覺得那些內容不好嗎？不一定，有些內容並沒有什麼問題，只是多年以後再看，覺得當時的自己有點幼稚。我也有這種感覺，有時候看到以前寫的內容，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。不過，換一個角度看，那些內容也記錄了以前的我們，也記錄了我們以前的想法。對，現在的想法和以前不同，這正好說明我們已經改變了。所以，沒有必要完全否定過去的自己。每個人都有不成熟的時候。但是，如果舊內容涉及別人的隱私，還是應該及時刪除。如果可能給別人帶來影響，也應該重新考慮是否保留。我同意，保留回憶和尊重隱私並不矛盾。我們可以留下真正有意義的內容，也可以刪除不適合公開的內容。
偶爾檢查一下自己的社交平台，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習慣。我們可以看看以前的回憶，也可以重新整理自己的內容，再決定哪些內容適合繼續保留。說到使用社交平台，我發現不同年齡的人很不一樣。你是說年輕人和父母那一代嗎？對，我父母很少在網上發動態，他們通常只發家庭照片，或者在節日的時候發祝福。我父母也差不多，他們不會每天分享生活，但是他們很喜歡看朋友的動態。我媽媽也是，她自己不怎麼發，但是每天都會看看別人發了什麼。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習慣，年輕人更習慣隨時記錄生活，也更習慣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。而年齡大一點的人可能更重視個人空間。不過這也不是絕對的，有些年輕人幾乎不發動態，有些父母卻每天都在分享。所以這還是和個人性格有關，也和生活習慣有關。說到生活習慣，你有沒有過這樣的感覺？什麼感覺？有時候我們好像不是在生活，而是在為發動態準備內容。我有過這種感覺，去餐廳以後，第一件事不是吃飯，而是先拍照。我以前也是這樣，為了拍一張好看的照片，我會換很多角度，有時候還要拍很多次。等拍完以後，食物可能已經涼了。去旅行的時候也是一樣，看到漂亮的風景，我們會馬上拿出手機，先想應該怎麼拍，再想應該配什麼文字，甚至還會想誰會點讚。有時候忙了半天，卻沒有認真看一眼眼前的風景。這也是我後來改變的原因。現在看到漂亮的地方，我會先安靜地看一會兒，然後再拍照。這樣感覺會更真實嗎？會，因為我先感受了那個瞬間，照片只是後來留下的記錄。我覺得這個順序很重要，先生活，然後再分享，而不是先想怎麼分享，再決定自己應該怎麼生活。不過有時候也很難控制，看到別人分享得很精彩，自己也會想發一點什麼。這是很自然的心理，但是別人展示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通常還是最好看的那一部分。我們看不到照片背後的全部生活，所以沒有必要拿自己的生活和別人比較，也不需要為了讓別人羨慕，故意把生活表現得特別完美。真實的生活本來就有好有壞，有開心的時候，也有普通甚至不順利。如果一直在意別人的看法，使用社交平台就會變得很累。發完以後會一直看手機，看看有沒有人點讚，有沒有人留言。如果點讚的人很少，心情可能還會受到影響。可是點讚的數量並不能說明一段生活有沒有價值，也不能說明自己是否幸福。真正的幸福不一定需要很多人看見，有些快樂只需要自己知道，或者和重要的人一起分享。說到這裡，我想問你一個有意思的問題。你問吧。如果有一天社交平台突然消失了，你最捨不得什麼？我應該不會捨不得點讚，也不會捨不得關注人數。那你會捨不得什麼？我會捨不得那些照片，還有朋友們以前寫下的留言，比如生日時收到的祝福，還有很久以前的合照。我也會捨不得這些，因為他們記錄了很多人，也記錄了很多已經過去的時光。所以，社交平台並不是沒有價值，它可以幫助我們保存回憶，
也可以讓我們和朋友保持聯繫。問題不在於要不要使用，而在於應該怎麼使用。既不要完全拒絕分享，也不要失去自己的邊界。分享以前，可以多想幾秒鐘，想想這是不是適合公開的內容。想想會不會影響別人，也想想以後會不會。如果心裡還有一點不確定，也可以先不發。晚一點決定也沒有關係。經過今天的討論，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還是少，而是有沒有認真考慮內容，還要保護自己的隱私，也要尊重別人的隱私。社交平台可以讓我們更靠近，但是我們也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間。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公開，也不是所有快樂都需要別人證明。有些快樂只需要自己感受到，有些回憶只需要自己記住。分享生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但是生活本身更加重要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，既能記錄美好的回憶，也能安心地享受生活。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，感謝大家的收聽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再見。